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争议已经持续延烧到这个整个第一岛链。今天就军事上，我们会特别的来做关注。我们先来看到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解读的3个火线话题。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来看到的是中俄现在一起合作在空海的部分同步压境给日本施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它出动它的辽宁号在日本的周边之外，还包括了来自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轰炸机，包括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图95跟大陆的轰6，组成了一个编队跨越在对马海峡跟宫古海峡。等一下会有比较清晰的地图带观众朋友来看。日本的安保线被迫全面亮起红灯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解读的是，除了对于日本施压之外，是不是也对韩国来施压呢？包括了7架俄罗斯的军机跟2架来自于大陆的军机都闯入了韩国识别区，停留时间长达1个小时。中俄对日韩是产生了双线威慑了吗？在示范同时对日韩投射核打击能力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也会来特别关心到，除了大陆对日本给予军事的压力之外，北京也启动了所谓的冷宫外交，什么意思？包括了禁海鲜、限制它的旅游跟断了文化的交流，这一套被视为是伤害把它降到最小化，但是威慑最大化的一个方案，能够逼日本在台湾议题红线上面来退缩吗？今天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首先来关心到是全球安全局势，可以说在第一岛链持续的往上攀升当中，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正在绕着日本航行之际、演训之际，日本防卫省丢出了一个震撼消息。现在看到的是中俄之间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已经联手出动了。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是第一次中俄的轰炸机跟中国大陆的航母同时一起行动。空中压境的画面，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2架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从日本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在上空和2架来自于大陆的轰6轰炸机一起做汇合。下一张图片，我们来特别看到他们走的这个行径，请导播特别来帮我们放大看。好，这是日方特别公布的有关于中俄他们的轰炸机行走的途径。我们来看到的是2国军机是一路沿着对马海峡、4国外海到太平洋，最后是绕到了宫古海峡，完成了这个长距离的一个战略巡航。当然，在往返的这个宫古海峡途中，又后来再加入了包括了4架的歼16加入护航。回到上一章，我们持续看到同一时间，日本的上空还出现了包括俄罗斯的预警机跟2架苏30的战机。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大陆的航母辽宁号，再加上中俄他们能够挂核弹的这种轰炸机绕行日本，特别剑指包括了不管是对马、宫古海峡，我们要来解读这当中的战略意涵。中俄对日本的战略施压会不会持续的上升再加码？舰长怎么看？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嘛，就好像老共如果对台湾不满，这个环台军演，到后来也都是这样落幕了。可是最近我开始看到中日的这个东西开始我还在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我也就会慢慢淡去了。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很少去耸动去说一个事情，可能我杞人忧天。大家去听听看我的这个想法第一个，我先说这次是派了一个航母辽宁舰去那里你知道所有的军舰它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大概1年要1次。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战斗群的训练这个资料，大家可以看。我很快的讲一下辽宁舰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刚开始成军不算，后来你看到没有？2021、2022、2020、21、22、23说他大修，所以2年空了。25又1次，这一次呢，你看到没有？这是山东23、24、25，几乎1年1次，就是他的一个测验考试。可是辽宁这一次最近又跑到了这个那里去起降直升机了。他就是我到那里几天，他上次什么时候？今年5月。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如果我们按这个来看的话，这一次解放军是真的专门派的是辽宁舰去威吓日本的。
就在他那里，而且就在他的那个叫做琉球群岛这里。那我在想说啊，他这次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这次啊，当高市早苗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你就是要介入台海嘛？你有没有发现北京很厉害？他不跟你吵，你有没有权利介入台海？他把时序一下拉到了二战，先个是跟那个习近平打电话跟川普说，你们这个破坏二战后的秩序，什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什么战败国、战胜国，什么反法西斯，什么日本要这个军国主义复苏，他把它全部拉回去了，你知道？那你一拉回去之后，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你不能干涉台湾，那还有的吵。台湾地位啊，什么这个来讲呢？可是当他拉回二战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支持二战的战败国，那就是日本。你知道，在整个亚洲有2个战胜国，俄罗斯跟中国，所以他们2个现在团结起来，你会发现他在威胁的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我仔细想想，你以为只是日本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这最后牵扯到台湾，因为北京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大家去想哦，是什么？你知道？台湾的统一。你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历史使命，他非要做。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你这样做起来会打得很大。那台湾很大一部分人知道说，其实我们打不过解放军，可是美国国际盟友会帮我们。你看，这次日本是不是说就要帮我们了？我跟你讲，有史以来，如果北京要觉得抓到一个机会，要证明给你们看啊，将来美国跟国际盟友绝不会帮台湾的机会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讲了嘛，然后我就做给你看，我一定逼到你，叫你退回去。完毕之后，整个东北亚的秩序，大家去想哦，整个重塑，谁是东北亚的老大？北京。那以后如果说他去武统，台湾就要去想了。上一次日本弄成这个样子，老美都不出手，他会为我出手吗？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大家等着看，不会退休。他到最后会逼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第一，高市早苗一定要道歉；第二，高市早苗要清楚的说明中日友好条约那里面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不说出这个东西，他会一直逼下去，最后是打给台北看。这是我的担忧。好，现在看起来整个中亚的战火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哦。中国大陆这一回透过跟俄罗斯的这一场行动，等于是向这个日本施压之外，当然在背后也是警告台湾，当然在背后也有警告美国。那第一岛链当中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也要对南韩趁机施压呢？我们现在也持续来关心，因为我们看到中俄的空军刚刚讲了嘛，是对日本下手，在巡航的途中，现在呢也在警告南韩吗？7架的俄罗斯的军机跟2架中国军机先后闯入了南韩这个防空识别区，停留时间是长达了1个小时。于是呢，南韩它的战机就被迫紧急升空，来采取战术来特别做应对。中俄的轰炸机经过，这个是巧合还是顺带威吓南韩呢？有没有可能对日韩实施核打击？接下来他是不是也在暗示李在明你要注意了？干哥怎么看？这绝对不会是巧合。当然，中俄之间的联合的空中的演习是每一年会举行1次到2次。那我非常同意刚刚舰长讲的，因为这是不太寻常。为什么？来，我们来仔细解析这张图哈。你现在看哈。Tu-95图波列夫95型轰炸机啊，它是什么？它是从哪里？它从鄂霍次克海南下之后呢，它就会经过什么？它就会经过这个宫古，不是那个对马，这就是对马岛。经过对马海峡的时候，它你看特别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它的飞行的速度变成缓慢，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说在右边。那这个是 A50的空中预警机跟苏凯30战斗机，他们也在这边演训，但是唯独只有 Tu-95哦，它继续南下，通过了对马之后，南下到了东海，再跟粉红色的中国歼16战机，还有橘色的中国轰6轰炸机在东海汇合，所以大家就看到说。它有一个南下的箭头，一直到这边之后汇合之后，再继续南下。这里就是琉球，这里是奄美大岛，这是日本，这是4国啊。所以他们在这边汇合之后，这个是一个汇合点，再往上往这个太平洋东岸去进发，
最后再折返。我们图就没有再示意给大家看了啊。大家就晓得说，这个好像不是他们以前联合训练应该走的路径吧？对，我可以告诉各位，就不是以前的路径。现在这样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告诉你说，高市早苗，我们今天这样飞了，而且我们是跟中国联合飞行训练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不是应中国方面的需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敢讲，俄罗斯空军他今天愿意，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说 TU-95在没有，因为你看苏凯30跟那个预警机，他们只在这边演训，没有跟着下去的原因是航程不够，唯一可以飞那么远而可以带核子弹的，就是 TU-95雄式轰炸机。它这一次的航行距离，我觉得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这恐怕往返已经飞到了1000多公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一般就是俄罗斯国防部他不会这样子演训，他就是因为受到了某种请求或某种默契，所以说我们就这样飞一圈，飞给谁看？飞给高市早苗看。大家现在能够理解，而且就像舰长讲的，这个事情不解决，以后更多。继续像这样子的演练，所以他在通过宫古岛，他在通过对马的时候，他遇上了韩国的 KDIAZ， 就是韩国的飞航情报区。他经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韩国战斗机必须要起飞拦截。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韩国的这个飞航情报区上面也跟俄罗斯有争议，那这个地方呢是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大家多年以来都相安无事。可是这一次韩国竟然出动战斗机，就是因为你靠太近了。中国为什么会靠太近？为什么这一次连韩国都怕了？韩国起飞的是它最精锐的 F-15 那日本起飞的也是日本最精锐的 F-15J 那你说他们两国都出动最精锐的飞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局势不太对，所以这是几乎是60年来韩国战斗机第一次起飞去，你不要说拦截，应该是警戒，怕苏凯30跟这个轰6还有 TU-95这些飞机太接近了我们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不仅仅是让日本会警醒，而且也让韩国的李在明会说，你要晓得哦，我们中韩一向友好，但有一天要是局势变了，你脑袋要先想清楚，你到底要站哪一边，这是最大的警示。好，这是解放军特别对日韩美台做出的一个警告，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施压。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解读的是这个大陆的动作，还有在其他的外交上面做更多的施压，包括了经济，这个被称为是冷宫外交。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几个动作：禁止日本的海鲜旅游市井，取消文化交流。经济学人说，这样子的冷宫外交是把伤害降到最小，可是威慑可以最大化，其中就是要告诉日本说，台湾问题是一个红线，你不要碰，要让这个人民心存恐惧，那目标就达成了。这跟美国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讲冷宫外交，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冷宫，我们以前说打入冷宫，好 ，OK， 你打入冷宫，当然就会害怕，这处罚的一种方式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叫主从关系，通常比较高位的人才会对低位人说：“我要把你打入冷宫，对不对？”美国一向如此啊。我用301方案，我用紧急这个条款，我就觉得你谁不听我话，我就把你打入冷宫，就让你这个各地方都受不了。现在有底气的国家就2个嘛，美国现在还是有，中国我们的对岸真的已经强到非常有底气。尤其这一次啊，中日事件，我觉得就很多场电影都出现，你看歼15、F15这种，马上锁定这个火控雷达，lock up 你。马上告诉你，你再出问题，马上就毁了。所以他回去，还有第2辆英勇的战士还回来，又待了30几分钟。我跟你讲，这个都是电影情节，这很有趣。不过真的表面有趣，暗底下真的不有趣。也就是这个国际间的问题啊，这地缘政治只要弄到了一定高点，那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我们讲对岸对日本，我们讲台湾真的有事，好像也不太会有事，因为对岸不太会打台湾。日本真的有事，我告诉你，真的就会有事。
敲桌子，因为激动了。我再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对岸已经强调很多，说我们剑已经上弦了，枪已经上膛了，随时你只要再忍我就打，但是要师出有名，所以很难师出有名。他先做一些冷攻制裁，当然这个美国也做很多嘛，当然这一套蛮像的，就中国也惯用了，只要底气到了就可以用，就是主人可以对你不听话的小弟讲这种话。当然不管怎么说，就是他第一个，首先这个你的海鲜进口他也帮你守住了，发布了旅游警讯，而且那个艺人呐到中国也被有没有像这个攻击部这些也被中国呢所有很多的限制。当然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被人家讲话也就是他会自伤嘛，你打人家也会伤。尤其你现在做很多动作，不管这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中国有没有先预警日本，或者说预警之后呢，即便预警你还是有点想故意过红线，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是很敢这样做。我故意靠近，但也没有完全靠近，日本就会怕，他就一定要有飞机上来。当然他也不叫侦察机，他是 F 就准备战斗的 F-15就上来了，不是侦察机先说叫你走哦，就马上上来。那歼15还好一样嘛，是的，是军力，但人家的科技已经到达一定的，马上用火控雷达帮你锁住。这个雷达定位太厉害了，所以日本就会出问题。那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等等一直发生，现在又跟俄国这样子来嘛我觉得这个恶霸之名一定会被，尤其西方的主导的美国世界去讲民主联盟，一定说中国现在在惹事。好，那他我觉得不怕，因为这种已经被讲很多，像他们在定什么世界的轴心4国有没有？不就已经在讲这个从伊朗也在里面，俄国、中国这几个国家，北非就是 CRINC 轴心4国，这种恶名他也不怕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讲说，他们一定要达他最大的目的，也就是当然一定会伤，就是让伤害最小化。你刚刚讲的这个威慑最大化。对。不过现在还讲说，这次因为我讲对岸的底气到了一定水准之后，他现在在做的就是施压还有示威的动作。而且他不但是他收回这个话，这还不够哦。你让我捡到一把枪了，我枪又上膛了，你还要做到刚刚你最后讲的很重要，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 PROC 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他甚至要他最后到承认，搞不好你光收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要的更多，甚至领土上，琉球之前的钓鱼岛，我觉得中国现在要随时动弹不难了。他现在这一次在琉球附近，琉球他也不一定多么重视，因为他重视台湾，重中之重。可是琉球我觉得也是他准备要做的动作，后面大概就是台湾。我觉得这个有一系列的动作会在后面演出。对，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现在联手对日本发动了海空的夹击式威吓之后，《华尔街日报》这边又爆出了一个最新的解析，说如果接下来北京决定攻台，那么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今天就这些议题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的做关心，有没有可能祭出中国大陆的东风快递呢？好，来看到的是今天的3个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首先，中国大陆的攻台3阶段曝光了吗？包括了东风17跟东风26被视为是可能会来使用的武器，组成多轨机高超音速的导弹与美日防空能够撑住第一波的打击吗？第二件事情是昨天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是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要来对抗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吗？在这边建的160座的岛屿全部都给它武装化，是第一岛链的新盾牌，还是可能成为这个北京东风飞弹的固定箭靶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当时歼15不是视距外锁定了 F-15吗？当时去查了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那确实现在看起来，日本的战机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瞄准了30分钟。空优现在是属于在解放军这边的胜过日本吗？今天都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我们赶快看到，如果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他说，如果北京决定攻台，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当中，因为它有3个阶段，但是我们今天会特别讨论到的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他提到说，中国会对日本还有关岛等第一岛链的军队发动来自于飞弹的一个攻势哦。那么其实呢，麻省理工的专家这边也特别做了一些解读，他说中国的飞弹有一些优势，包括不仅是数量很多，而且种类非常的多，美军的防御系统呀要小心来应对。
对了，因为它的飞弹有不同的轨迹、不同的方向、速度跟类型等等。第一波还可能会遭遇到北京的东风17，而且最致命、该担心的就是来自于东风26飞弹的一场攻击。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这些飞弹攻击到底有多难应付？东风17跟东风26刚刚提到的2款飞弹，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媒体特别点名？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军人嘛，就在研究解放军。那最近我觉得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精神在研究两岸如果打起来会怎么样。那我今天听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我跟你讲，他的话绝对不要信。如果未来的武统是这个样子，我保证你不会打。为什么？北京不会这么笨，还先去打日本，还先去打美国，这个他傻瓜他。他如果发动武统，他一定是速战速决。记住，他已经认为他可以速战速决。那他能不能做到速战速决是两回事啊。就他一定是我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结束，我怎么会让别人介入呢？我怎么会去打别人，让人家来打我？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你说了这么多武器啊，问我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这一辈子我在海军的专业就是战斗系统。那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说这各种的飞弹的射程，比如说拦截率是70%啊，千万不要相信军火商这些数字啊。那我跟你讲，异型飞弹的它的70%是怎么来的？因为它研发完毕，这一发飞弹去试射，你知道除了试射它这一个之外，还有对方的飞弹打出来，那一次不晓得花多少钱的。你以为它能够打700发？没有，大概就3发。那他们这个3发打的时候，中2发，是不是它命中率就是66.6666666，四舍五入，他们一定四舍五入不会删掉的，所以就叫做7成，知道了吧？那这个7成呢是怎么打的？我今天在这里，我准备要打这个东西，对吧？我在这里准备好了，我知道开始倒数计时，那里3、2、1发射，哦，在那里发射起来，哦，再过来，我已经知道这样，那过来我再去打它。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这次考试，我先把题目给你，回家准备一下啊，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完毕之后这样打。你认为战时会这个样子吗？打仗的时候哪里发射，什么飞弹，怎么过来？通通不知道啊，可能在你睡觉的半夜打过来，所以你知道实战的时候，他那个命中率是远远比那个低的。那如果说像这次他说的这么多东西这样去打这个美军啊，如果他真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反应，几乎是拦截不了。至于他为什么说东风26、东风17，因为这2型飞弹是专门打中距离的。像东风26叫做那个关岛快递，刚好打它。那它是一个从外太空打下来的，最后能够变轨。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懂军事、懂这些科技，你知道一个变轨就它几乎打不到了。为什么？所有的拦截就是一个棒球，我这样一丢，棒球你看它上升，你就知道哪里落了嘛。落下来的那里就在那里等着它。可是它如果过程中间有一个鸟或者抓了这个棒球这样子晃一下呢，你就抓不住了，你知道？这就是变轨。那东风17啊，比变轨还厉害，而且它打得更精准，所以你就知道这2个东西都是他提出来说，这是如果我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可能碰到的，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是拦不住的。那他说了半天，其实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美国不会管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好吧？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针对如果解放军可能做攻击的话，他释出了3阶段，他认为可能作战的方法。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假设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军事扩建却是实的。真的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正在进行的是40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建设。首先，这个是最新消息，在台湾的周边的一个地方，沿着琉球群岛延伸的这个飞弹群岛，它把它建起来了。会接下来有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在这边建什么呢？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跟电子战的设施，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刚刚说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还包括了哪一些？看到了，在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地方，与那国岛在这边建的是电战部队，再加上反舰飞弹。持续来看到，包括了台湾附近的这个石垣岛、宫古岛，在2023到2024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反舰飞弹的阵地了。冲绳早就已经有美军的空陆的海陆基地的多层部署了。那么九州也有 F-35跟长程飞弹等等，可以看到一个
大的弧形哦，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都已经建好了最大的一个军事建设。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聂老师带我们看了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真的能够应付来自于中俄的海空飞弹吗？这些设施会不会成为中国大陆东风快递的箭靶？你又怎么看 ？OK， 我想我们的对岸中国呢，从这个经济开始呢，这10年的经济2位数经济成长，外存体赚足了世界贸易财之后。他们开始大力的扎大经济一起计划，在2014年，然后他们的科技突飞猛进，也是这个辅助了他们的军事航太，全部一直真是非要的提升。那当一个他们有可能对这个日本也好，或背后的美国也好有威胁的这个国家，他们必须很快做动作。那这个都是不久的事情。那川普其实2016年上来，这个与那国岛的这些所谓的飞弹群岛是在那时候建的，就2016年，而且已经建设了230人在上面哦。你现在讲的这个电子战呢，会有另外的30人上去，也就是他要扩大规模做未来大家就电子战嘛。好，不管怎么说，它整个你刚刚讲的后来的好几个岛屿，全部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做飞弹群岛。那当然这个可能以前这都属于这个所谓日本的西南诸岛之类的，它把它变成就是要围堵，等于是对岸的崛起，当然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很清楚的，就是对中国也好，或最近讲中俄的它的这个联合的军演这样的一个。协防也好，不过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战败之后很清楚，从联合国26国宣言开，一直讲说你们战败国未来就是要被献武的，你们是一个只有防御性武器的国家，不能有攻击性。他现在做了很多东西，越来越像攻击，甚至就是攻击性的这个规模。你买了美国的F-15，还有 F-35等等，你不是就准备要攻击？这是不对的。从联合国协商，当然从某个角度，联合国当2战之后也很久了啦，已经超过80年。或许我们说啊，这世界已经过去了，而且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敌人，中国对手越来越强，他们必须这样做好，用美国的 support。但现在重点就在，可是你这样强，你有用吗？就像这次歼15和 F-15的对峙，像这个电影这个上演一样，你不觉得对岸它其实强中它还更强吗？好，那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重点就空海陆，从任何角度你都会发现，你从战机的比例，你看4代战机，你看中国怎么开始，5代战机不管歼35、22。还有6代成飞的歼36也已经试飞了，然后歼50这个审飞也都准备然后逮捕要出来哦。美国现在6代战机都还很担心了，波音的这个F-47都不知道还要弄多久。现在也就是他们必须要做这些动作，所以你才会发现从2016、2023、2024他们必须建制。当然美国当然他军事也可以赚点钱，就当然也知道日本我就 support 你。但重点就是到底这些威胁对岸有没有威胁？当然会威胁到，就是他可能要花更多的力量来跟你对峙。不过从军事实力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讲空海陆或者各种东西之外，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 back up。我们不能否认，日本过去是一个科技强国，也是一个资本大国。对，70年代、80年代，你的电器、汽车都很强。对。可是你知道，中国在2014年、2019年、2023年所丢的大基金1期、2期、3期计划，从 AI 5G 先到6G，到它的半导体晶圆，你知道这个国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他们的制造业是全国布局的。美国的科技只有在矽谷，很多很优秀的人去创新，搞那个都，而且是民间企业搞创投，把东西一个一个扶持起来，甚至支持了军事国防。但是还要民间跟国家还会有些争议，像 Elon Musk 跟川普也会分离啊，也会吵。中国不一样，它是全国扎这个基金计划，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制造业 spread out 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它科技每个地方都有，从安徽到贵州到哪里都有。你知道它科技已经定不到，你知道到中国去看，所有东西都是科技化。重点是军事实力，未来也是科技。你今天再强，你知道吗？它背后在不管你的飞机的这个性能或者我们看到很多战争都一样，光歼10去打那个阵风，你就知道都是因为他们所有的精准定位。我再讲一下，我很早期就在另外一台讲过一个，就是当时啊，在7、8年前嘛，中国就开始丢东风15，就从青海还有浙江同时一时发射，就瞄一个岛屿是。同时定点着落，一时一地发行，这就有后面的这个科学精准。那我先讲我再回讲一下2022年8月2号发生什么事。Nancy Pelosi 来台湾，8月9号他们做了什么事？就是6区经验，1、2、3、5、6、7，什么动作？东风15锁定它的点都很准，讲不好它折1点，折2/3等等都打到所有城市了。台湾也没有预警，他们当时就很讲。这是东风15而已，我们东风17下去，你挡到了，你这次都没有预警到。我东风17强尾蛇的去，你根本没有办法拦截到。也就是说，实力来比的话，他们做这些东西真的打起来可以撑一阵子，当然可能就不是1、2个礼拜，可能撑几个月，最后会更惨。所以我觉得以实力来讲，我们讲
真的潜在海中的龙，那真的一翻身他们会怕，就叫东风快递，也就是东风，他们这么多型东风，这一打下去，我觉得这些群岛可能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放在群岛中打掉就算了，因为这都是小岛嘛，也没有打本土。但是真的打了以后，本土一样会受伤啊。对不对？好，聂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在这个军事实力上面的比较，不管是在飞弹上面的比较，或者是在空中战机，我们要来看到它的一些系统，到底中日之间谁比较占有空优？是解放军吗？因为呢，其实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过吗？这个日本政府日前是针对了大陆的歼15用火控雷达去锁定这个日本的 F-15战斗机的事件，于是他们就讨论，总共是召开了2次记者会，想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被锁定的？那是在多远的距离外，日本的战机被锁定的，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呢，来自于媒体共同社自己做爆料，他说中国战机啊，他预估可能是在50到100公里外就已经把日本战机给锁死了。他说第一次可能是50公里外锁死日本战机的，那第2次可能是100公里之外。那佳能也这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以歼15雷达探测的距离，他预估是可以达到170公里的。日本自卫队的 F-15的这个探测距离只有100公里。换句话说，结论他认为是非常残酷的。日本战机可能都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大陆锁死达到30分钟了，有没有可能？干哥怎么看？我想他这个是数据是可信的啊，也可以当做参考。为什么？因为丰村健司啊。他是非常知名的佳能战略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他不会这样子信口开河，而且这次不是由中国方面自己单方的吹嘘，是日本自己的学者讲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呢？丰村健司说，我们不知道哈，当一个1970年末期的设计，讲的就是 F-15战斗机，它仍然是这个在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世界上面。一流的战斗机，虽然它的已经是50年前的老设计了，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它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知名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战机都是以色列打给你看，以色列用 F-15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日本、以色列跟韩国这3个国家都是以 F-15英式战机作为他们的主力战机。可是丰村健司他今天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原来 F-15的 APG 雷达。它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它没有跟着上来。其实美国对于雷达的更新是非常重视的，他手下的 F-35、F-22、F-15这些飞机，甚至 F-18，你都要迭代的，你都要不断的更新，5年到了更新，10年到了更新，但日本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日本它现在 F-15身上的这个雷达到底能不能够侦测到100公里以外的东西，是一个问号。防卫厅不会告诉你实话，当然中国这边也不会跟你讲实话，因为丰村健司说，这个歼15已经可以到了这个170公里，所以很可能双方在 F-15跟歼15，知道吧？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中共的飞机早就已经发现你了，在170公里之外就发现你了，因为它的雷达可以看那么远。结果 F-15只能够看100公里，这中间有30分钟的差距。其实我觉得30分钟是一种夸大，不会那么久。但是意思是说，我先看到你，在空战中，我先看到你就赢了，就赢一半了。只要我先看到你，哪怕是10秒，我就打赢你了。所以他这个学者提出来的忧虑就是说，我们的雷达是不是落伍了 ？F-15号称当年是上帝的坐骑，什么叫上帝的坐骑？就是说。没有人打赢的，没有人可以打赢我，然后去把它履行实践的，叫以色列空军打遍贝卡山谷，然后整个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叙利亚、伊拉克没有一个人敢跟以色列打。现在日本也是这个飞机到底打得赢打不赢歼15或歼16，变成日本的忧虑。我认为说他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非常适合，也就是说，未来中日之间的空中平衡是不是它的倾斜已经真的导向另外一边，而不再是日本这边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中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持续来关心，是川普突然间对中国大陆的 AI 开了绿灯 ，H200现在要放行了。那川普他的阴谋是什么呢？是想要唤起什么样子的东西呢？那另外一方面，北京则是反手封杀 H200哦。让美国现在内部是炸锅了，台湾也被点名是要吞25%的关税。今天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 AI 大战，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彭博社最新披露的是，川普政府他准许了辉达向大陆终于是可以出口 H200的晶片了。白宫这边这么认定，他认为说，因为开放就是因为华为的 AI 技术已经逼近辉达了，所以把它开放吧。那么川普也赶快在他的社群发文说，确实啦，他已经向习近平承诺了，只要不碰到任何的国安的红线，那么就会让 H200卖给中国大陆。好，现在打川普脸的其实呢也不是辉达，也不是华为，是中国大陆的政府。虽然美国说要放行了，但是大陆怎么回呢？这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北京现在要限制中企去购买，甚至是使用任何的 H200。他认为说，并且指出呢，如果你企业真的想要买 H200的话，没关系，那你就先提交申请，然后呢，你要说明说为什么你一定要买 H200呢？是国产的 AI 晶片真的不够用吗？好，针对于川普放行 H200的这一番言论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到现在不管是企业或者是这个学者，有两派不同的声音。首先认为 H200不应该卖的是美国强硬派的学者，这位是麦盖尔，他说大量的 H200出口到中国是把美国的 AI 领先优势亲手送出去啊。那支持卖 H200的除了黄仁勋之外，还有 AI 沙皇。黄仁勋说，你封锁的越狠，只会逼中国涨得越快。AI 沙皇也说了，不要低估全球现在其实有低估的倾向。中国大陆的技术正在快速的崛起当中。辉达，如果你退出了大陆市场，等于是把最大的战场全部都给华为了。H200现在性能到哪里呢？目前是被视为是 OpenAI 跟 Meta 训练 AI 的一个主力的重要晶片，比降规版本的 H20更强，但是它的性能又没有 Blackwell 这么的强。好，川普为什么突然间要战略退让吗？他的算盘是什么？还是他想跟大陆换取什么？还是这当中有政治的考量？聂老师怎么看？这个要讲得非常清楚，才有办法很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比军事还精彩。先讲一下，光看中间那个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做强硬派学者。所以我是一个学者，我觉得学者很 low 就理论派的更搞不懂，后面叫实务家。你要知道科技是什么。我在美国还好，我不完全学者，我在美国开过2家公司，我是先开了电脑公司，就开货运公司，服务电脑厂商。我养了25个黑人在美国。你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科技东西一日三变。这些人搞不清状况，它变得多快。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H20什么时候讨论？什么时候出来？去年底。中国为了求 H100到处求。我2月去美国之前，美国人都说你有办法拿到。当国安法我也拿不到，也不敢。但重点 H100当时中国透过多少地方要拿？去年，今年终于年中进了 H20，而且去年连20都不给，为什么会给？黄仁勋跟川普讲，算力只有28%，不用担心。中国拿到也没有用，他们自己都可以生产超过他。我们100克死他了，结果现在是200，算力6倍，太厉害。可是短8月H20进来了，不要200，现在人家主动上来，以前求都求不到20，不要了，200自己送上门，你不觉得很怪吗？因为它有 Blackwell 还有 Rubin， 美国要拿到最好的下一代下一代是 Rubin， 后面还有，你现在只讲到 Blackwell 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它是现在号称地表最强的 AI， 我跟你讲，现在能用到 Blackwell 更强，所以 H200又会被淘汰。我以前做电脑很清楚啊 ，CD-ROM 一出来一下就淘汰，4个月而已。我必须讲一下，因为他知道200，中国也很快会起来。华为里面20多万人，11万个科学家，我讲硕博士研发人员呐，不要讲科学家。你要这些人，黄仁勋开在眼里啊，怎么做不出来？我们不要去讲什么深成9107系，都不要讲这些，不要讲新凯莱，也不要讲这个一堆啦，或什么这个寒武纪都不用。中国是全部，我刚讲全部知道，科技全部在提升。我现在重点就是中国会追上，但中国还是需要，因为这个 H200对他很重要，他们的很多 AI 实验室需要这 H200去研发设计，他们现在很多的超强 AI 电脑还是需要它。
现在不是光这2家了 ，OpenAI 现在6大的这个算力最强的，说生成式 AI 都需要了。坦白说，现在 H200是最强，只是 Blackwell 出来打倒了嘛。他们说我们那 Blackwell 要锁定，那 H200这种快给他，因为他们也快出来，所以中国是在边缘呢。他说我们还是要你要可以，你先告诉我，我们是自己不能用，这需要200，快点要，快点拿，甚至把它研发出来，要更超强。现在是 yes and no， 中国不是不要，他讲是你要说明国产是不是不够用，不够用就要。你再回想一下去年，中国所有这些东西求的要的不得了，现在自己都出来，只是还没到达美国地位。后面还有个 Rubin 哦，6种晶片的一个运算平台哦，更厉害哦，在美国。美国在矽谷的创新人才不是你讲。我有学生，前天我们才一个 AI 团队讨论，刚从美国旧金山回来，我的博士学生在谈那个未来的图形的电脑，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深啊哈。我也不是了解很多，我也是学者，也会跟上面绕入这种盲点啊，谁，但是我想你还是要了解实物，因为我旁边有一堆真的实物家，是告诉你真正的未来。是美国会怕，因为中国全部在布局，而且越来越快，所以它最经典的不会放，这种它还是会放。是，就是这样。是好，所以美国还是掐住最先进的，还是没有给大陆。不过也是担心大陆发展的太快，赶快先放手给中国大陆 H200。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直接是打脸，他就是没有完全的放行 H200，寄出了许多的要求限制，说你必须要提交理由，为什么你一定需要这个 H200？干哥怎么看？对啊，其实刚才聂老师讲的非常清楚，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一定要 H200？你要告诉我啊，对不对？我不是说哦，你现在有需要，以前我们还为了 H100就已经头破血流了，现在 H200不是这样。照理讲，政府的立场应该是企业有需要，好，那我们就允许你购买。因为现在川普跟黄仁勋谈了一遍之后，奇怪，这个大势整个翻转过来了。本来 H20都已经很勉强，现在是 H200，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他们自己已经有研究说，华为新一代的 AI 平台叫做 Cloud Matrix 384，这个东西已经快要跟那个辉达的 Blackwell 近似了。刚刚教授提到了 Blackwell 已经近似了，叫做 BN72。他说这已经快要近似了，所以我们现在 H200给他们没有关系，现在已经没有国安的危险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一定经过美国商务部的认证。知道 H200今天要卖给中国，他们要冒多大的风险？尤其是在军事上 ，H200会不会成为军事上的一种应用？这是他们害怕的。结果现在大陆竟然说，各大企业华为以下的也好，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国产晶片啊？华为的升腾910C，它明年就要生产，大家知道生产多少颗吗？听说200万颗。在这个月之前，美国的专家认为说，华为升腾910C 是不是明年大概只能够生产20万颗？对不起，最新的消息是200万颗。它的操作界面已经可以跟那个 Cloud Match 那个 Blackwell 去相抗衡了。所以你就会想到说，你可能以前认为说这是非常需要很高阶的晶片，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想法完全变了。对。所以为什么川普的想法也会变？我相信黄仁勋对他是有很大的，当然他们之间谈的内容很多机密不是我们知道的，可是他一定有把业界现在面对的问题。他们说在表面上来看，中国只有20%的自给能力，80%还是要靠我们这个辉达AMD 去进口的。可是将来会不会变？总统先生，你要好好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技术差距一直在拉近，难怪 H200不再是美国害怕的东西，可以出口给中国。现在反倒过来是中国不见得一定需要你的 H200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的这一场针对 H200的科技战，但是这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受害者，就是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帮忙生产的 H200，现在是说呢，白宫说可能就是得向台湾来课征25%的关税，因为是制造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制造的。那当然，台湾的网友就表达了非常多的不满，他们说台积电怎么能吞呢？我们产能自己这么的好到爆，那台积电也不是出口商，为什么关税是我们付呢？美国你是把成本甩锅到台湾身上吗？这一场在地缘政治上下面的风险，看起来有关于半导体是不是转嫁给了制造端台湾，成为中美科技战提款机吗？舰长怎么看？
首先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好比说，美国几乎都是这样，我最好的我不会卖的，我次好的才会给你，就是 Harper 其实就是 H 多少，就是 Harper 的那一级的2020年之前是 Harper，2024年之后是 Blackwell， 所以现在它有 Blackwell， 它才给你 Harper 而已。即使 Harper 它给你又减了这些功能，这还算好的。我告诉你，军火界啊更不公平。好比说，我现在有一个最好的飞弹是哈碰鱼叉飞弹1型，这是美军现在在用的，全世界跟他买他都不卖。然后结果他有更研发进了鱼叉飞弹2型，鱼叉飞弹1型他开始卖了。你知道当你去买鱼叉飞弹1型那个钱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就是美军生产那1枚鱼叉飞弹2型的钱，你就知道那何等的不公平。但是科技界就是这样。那接着你再说这个台积电啊，抽25%，我觉得我听到我不晓得我们政府怎么这样想。当初说一直要到美国去投资，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所有人都记得，只要来我美国投资，甚至你动手投资，你这家公司就免税，记不记得？有吧？那台积电投资了，台积电投资很多，1650亿美金，6个晶圆厂，2个封装厂，1个研发中心，已经在那里生产了。这是台积电的产品啊，你为什么要对台积电抽税？大家都没想到吗？你为什么对他抽税？你当初承诺的是什么？那台积电为什么要去你那里投资？台积电把它通通抽回来好不好？你保证了不抽他税，我不管你抽谁的税，但是你最不能抽台积电的税，因为台积电是全世界最支持你们美国的，对不对？它就变成美积电了，你还抽他25%，这个是很令人生气。还有一个让人家觉得说真是莫名其妙的。你有没有发？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次听说我们要投资美国3000亿，希望能够减所有的货品的关税嘛？你们知道这个3000亿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台湾跟美国的贸易今年出超这么多，明年出超那么，所以美国才觉得不公平，你赚我的钱，所以我要抽你的税，对不对？你知道过去10年，台湾跟美国的双边的贸易出超哦，大概是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台湾辛苦工作了10年，对美国人赚的钱，现在一把要全部给他，你觉得公平吗？所以拜托我们的政府真的要挺起来。25不该付的不该付，3000亿不该给的不该给。那你有什么牌？我告诉你，你有一个牌，和中跟马英九一样，你试试看美国敢不敢这样欺负你？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俄乌战事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现在红军城正式失守了，乌军崩盘，而且出现了非常多的逃兵不断的激增，尤其现在普丁要发动的是冬季攻势哦，要特别注意到的，泽伦斯基是不是会被盟友给放生呢？因为现在传出川普要断援了，连日本都决定转向。今天来关心的是战局会不会在此刻发生大的一个逆转爆发，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嘛，红军城确实哦，在俄军的强攻之下，已经正式的被俄军给掌握住了。原本它是象征乌军死守的一个地点哦，那么这个也是顿巴斯西翼最后的关键点，等于说现在被拿下、被突破的话，整个乌东防线就可以说是将如骨牌般的完全的被消灭了。但是呢，此刻基辅仍然是不承认哦，甚至他们强迫自己的士兵头上都是有这种各种来自于俄罗斯的无人机威胁，但是他们要这些士兵拿着乌克兰的国旗，在这边高举国旗来做示威，好像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强烈的抵抗的。好，我们也来看到，目前为止更现实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势哦。确实，我们看到在11月份攻下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了，达到了乌克兰的505平方公里，是10月份达到了2倍。没有想到此刻啊，普丁又在下令，他要启动的是冬季的一场新的作战，要来全面进攻，速度也会做全面的提升。乌军现在则是面临内部30万的逃兵。前外长库列巴当时喊话喊得很大声，要对抗俄罗斯，没有想到这时候也拒绝上前线，还被拍到带着女友去看音乐会，享受音乐。好，这个战局是否已经完全的倒向俄罗斯了呢？
刚刚讲的这位来自于乌克兰的外长，曾经他喊出一句话叫做“拿铁锹也要打到底”，现在拒绝入伍怎么办？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俄乌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打一个很小的国家。那你说乌克兰是小国啊，对不对？你不要忘了，背后有32个北约的国家在支撑它，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是2个很大的国家在打，两个很大的国家，而它是以陆地接在一起的，基本上以陆战为准。所以陆战为准，不像空战，不像海战。空战、海战的一个技术差异就是只要我跟你差一个时代，你根本没办法打。但是陆战可以东躲西藏，挖个地窖什么，可以拖很久。所以你可以发现，从大概1年前，我们就不断的听说红军城要被攻下了，总算现在说攻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攻下了。从1年前就说乌克兰要投降了，搞到现在还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的一个战场，它要这样子拖下去。但是现在可以看出来，你说它完全给崩坏啊，好像要失败的还不至于，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乌克兰的压力非常之大。然后现在你看所有的战争请大家每次听到这些喊打喊杀的人你就很冷静去看，你去发现注意看那些喊打喊杀，我们站到最后一个扫帚的人，那种人是绝不会上战场的。这种人都喊得很凶，那些上战场的都会比较这个谨慎一点。你看那些现在职业军人，哪个职业军人出来说我们跟他拼到最后，我们拿扫把去打？不会的，因为他真的要上战场，你知道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一旦万一真的敌人打过来我告诉你那个先跑的一定是那个喊打喊杀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理由的，因为我没有喊打喊杀，所以过来之后敌人不会清算我。我们练老师一天到晚喊打喊杀，过来一定抓他，所以他一定要跑，这就是人性，知道吗？这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不要操作所有的东西这两军对阵的时候，你看他在那撑很久，就好像现在乌克兰也在撑可是他有一个关键的那个叫做兵败如山倒，那就会整个垮下去，你就会发觉，哎呦，今天好像还在撑的，明天就整个就结束了。然后只要大家觉得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这就好像帝国沦亡录，你知道吗？整个官场会充满了贪污。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明天没有希望了。那今天有一些钱经过我手，我赶快去捞一下，这是人性。所以当这个官场充满了贪污的时候，就代表他们内部其实是认为快要完蛋了，要输了。那目前看起来，乌克兰贪污充满了贪污嘛，等下就会讨论乌克兰是多么的贪污了。对，好，现在确实这个乌克兰的战场受到挫折，那贪污问题确实也是逐渐的浮现。那刚好也是不是美国也找到了这样子的理由，所以他决定不要再继续的帮助乌克兰了呢？这个是美国的态度，等一下也会来关注日本。我们先来看到美国怎么说，这是来自于川普的长子，他痛批乌克兰比俄罗斯还腐败，有钱人都跑光光了，只剩下农民在替他们打仗。川普本人更是火力全开，直接回了基辅已经不是民主国家了，不举行大选，和平方案也就免谈。泽伦斯基则是怎么回呢？他一开始是说选举是我国内政，美国你不要管，但是隔天他又改口说，只要欧美愿意提供我们乌克兰安全保障，我们90天内就能够举行这一场选举。腐败问题现在在这个乌克兰内部蔓延，聂老师怎么看？OK， 我先讲一下，我客观一点讲全球政治，你这样哪一个国家不贪不腐，都是文先作战。泽连斯基到底有没有俄国严重？我也认为不一定讲不好听。但是一个重点来了，因为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形势比人强。你今天泽连斯基已经打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没底气了，我跟你讲，你的东西就被翻出来。如果你还是君王圣主，人家不太敢讲你反腐的问题了。很多人都贪腐，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输到快脱裤子，人家都讲你这个问题都出来了，什么都越翻越多。然后这里还有第2个很重要这是因果关系因为你已经底气低了，才会出现贪腐，不是贪腐你才被人家讲。还有就是川普家人，你看都是谁讲？因为川普跟俄国算不错啦，讲不好听点，谈这28条条约之前，还先跟普丁先联络好讲好，28条还是一起定的，里面对乌克兰很不公平，坦白说，当时俄国只要2个武器不要东扩，不要加入北约，现在还限缩军队60万以下，还有不能有任何国家到这个那边去建军，所有的东西，还有很重要土地就绝对要割让了，顿巴斯卢甘斯克、顿内茨克你就要拿走了，不只是克里米亚，
你知道对乌克兰上也不太能接受，但是形势比人强，没办法，你知道吗？他现在只能说，除非欧洲也来保护我。就欧洲最近有提出一个欧版的和平条约，里面其实不敢违背川普，他把它解说，就只有几个不要对乌克兰那么坏。你看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就是说限缩还是要保护乌克兰，可是川普就是对乌克兰，俄国好像就真的比较好。你看，已经是民主国家，我要求你举行大选，否则停火免谈，这什么意思啊？他这么想停火吗？对，我告诉你，不停火，俄罗斯就把你打光了。你看讲到这样子，他儿子也出来讲话了。乌克兰比俄罗斯还贪腐，他谁的儿子？川普的长子嘛。所以这个问题很清楚，美国有下指导棋，但是欧洲其实都是欧洲猫，也没有什么能量了。你看那个马克宏去中国，其实也很糗，那么盛款招待，回去什么也没拿到嘛。对，拖拉苦一堆白兰地的车子还照常围他，为什么没帮我争取到？没有能力，没有底气啦。现在一个重点就是，当一个国家没底气的时候，什么都会出现，就是很简单，大概路都已经看清楚，你就是要改选了。当然，再拿回一点筹码可以，就是欧洲再帮他发出声音，改一个稍微好一点和平版，还是要尽量保护乌克兰，不要把它输到全部没有。未来的终点大概是这样，大概不久。停战的这个消息大概3个月差不多了啦，打了好久了。对，是针对这个聂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和平方案，确实哦，这个乌克兰现在目前政府还是一改再改，希望说能够再拖一下，然后再准备提交这种修订的版本。但是确实现在川普的立场也踩得很死哦，他说接受现实吧，你乌克兰最后还是得割让顿巴斯地区。那美国也释放明确信号说，对我们会援助会缩减。那日本盟国当然是跟着，他说拒绝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来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和平方案现在看起来严重卡关，会不会破局？乌克兰会不会被美国放生呢？那欧盟呢？他接下来的态度又是什么？干哥怎么看？我想刚刚聂老师讲的说打在90天好不好？3个月好不好？好好谈一下，应该打完了吧？不要再打了哈，应该签下和平协议。因为泽伦斯基没有偷偷告诉他，你知道泽伦斯基怎么讲吗？他说。其实你们要拿下顿巴斯，是不是？俄罗斯，你们要打到第4年才拿得下来，我一定会坚守4年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能那么轻易就屈服嘛，对不对？虽然说川普一直叫我说，你90天之内一定要选举啊，对不对？可是顿巴斯我只要坚持到4年的话，我就成为国家的英雄啦，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可以打一个战争打到4年还没有被打垮的，所以历史定位他现在是要这个东西。我坦白讲一句哈，其实顿巴斯现在只剩下30%还在乌克兰军的手中啊，另外70%都已经俄罗斯实质占领了啦。坦白讲，实质占领。那扎波罗热多少呢？卢甘斯克是多少呢？对不对？那还有赫尔松又是多少呢？这4个地区有2个是共和国。我先坦白讲一句，就是说，那个是俄罗斯，他早就已经打进来的。你现在要叫俄罗斯部队撤出来。你要用什么方式让他撤出来？其实这个川普更伤脑筋，人家都已经打到这边了，而且他打下来的地方都是俄语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虽然俄语跟乌克兰语其实是通的啦，老实讲一句，民族也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我真的要割地，我要把这个地给割出去，那就是永久了，那是永远的。永远这个土地都变成俄罗斯的，可以吗？先从本来这个冲绳琉球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割出去给人家。今天如果不是日本打败的话，我跟你讲，日本绝对不会归还琉球，不会归还台湾给中国。结果后来琉球没讲好，被日本拿回去了，台湾还是回到祖国。所以为什么中国会这么激动？你现在你要讲到台湾是不是？你讲清楚，台湾到底属于谁的？你给我讲。结果日本一直不讲我就天天打你。所以你说现在泽伦斯基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就是说，在我总统的任内，我有可能会下台，下台之后会不会面对什么贪腐调查？他不会面对，一定要面对。我告诉你，川普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他现在隐忍不发。你没有看到川普？照理讲，他应该是说，我们给你那么多援助，到底他的援助有没有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其实川普非常生意人，他脑袋非常清楚，冷眼旁观你到底花在哪里。各国的军援，欧洲26个国家的军援跟金援，你花哪里去？现在到底有些什么到了不法的
这个管道或渠道去。其实川普脑袋很清楚。